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谷饲200天的安格斯牛肉和谷饲500天以上的黑毛和牛牛肉。大家对牛排肯定都不陌生，但是如果问你哪个是西冷，哪个是菲力，哪个是肉眼，哪个是剔骨，很多人可能就该愣逼了，因为牛排的种类实在太多了。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最主流的4种牛排。首先，这个肉眼牛排也叫眼肉，还有3种是菲力牛排、西冷牛排、剔骨牛排。今天我买的这个就是剔骨牛排。我为什么要买剔骨牛排呢？因为剔骨牛排左边这一小块肉就是菲力牛排，右边这一大片肉就是西冷牛排。说白了，剔骨牛排就是菲力和西冷的结合。西冷牛排也叫沙朗，都是从英文名翻译过来的。像菲力牛排其实就是牛里脊。从价格来说，菲力牛排是牛身上最贵的部位，也是最嫩最瘦的。然后就是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草饲，什么叫谷饲。草饲牛肉就是在牧场里喂牧草长大的牛，像咱们今天买的都是谷饲牛肉，它是草饲够一定的天数，并且牛长到一定的重量和大小的时候就拉走谷饲了。谷饲的作用主要是育肥，让这个肉肥瘦相间，形成这种大理石花纹。谷饲时间越长，肥瘦这个纹理就越密集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澳洲的安格斯牛一般最多谷饲到200天就杀了，很少有250天、300天的。安格斯牛和黑毛和牛，它们的品种就不是一个 level， 所以这种安格斯牛它没必要谷饲到300天，那样的话就亏了。今天我买的这块 M12 的黑毛和牛就是谷饲500天以上的。M12 是澳洲和牛的等级划分。如果对比到日本和牛，那就是 A5 级别，也就是说最顶级的和牛。如果在高档的日料店，这么一块牛肉最少在1000元以上。很多老外都拿这种谷饲100天、200天的安格斯牛当主食来吃，但是没有人拿这种谷饲500天以上的和牛当主食，因为太腻了。一般吃这种谷饲500天以上的和牛都是要配一碗米饭的。最后要说的一点就是，这种好牛肉是不需要腌制的，就原汁原味的烤，连油都不用搁，因为它们里面富含油脂。等煎完之后，就简单的蘸一些海盐，喜欢胡椒的蘸点胡椒就 OK 了。因为这么多牛肉我也吃不了，所以我就每一种切一块，然后剩下的留着以后吃。首先是眼肉、和牛、西冷，最后这一块是菲力。直接调到小火，因为咱们不放油，所以大火的话容易直接粘锅。煎牛排的时候有一个技巧，就是你等这个牛排上面慢慢的浮现出血水了，就可以翻面了。牛排吃几成熟完全是看自己的口味，所以没有固定的说必须得牛排吃几成熟。好，煎出来之后放置一小会儿就可以吃了。像我们这个牛排比较薄比较小，完全没有必要说用锡纸再包上，然后再怎么着的，那都是花里胡哨。首先先尝尝这个谷饲500天400块钱一小块的和牛。我感觉入口即化这个词儿就是为这个牛肉而设计的，非常的嫩，非常的香。但是这种牛肉吃这么一大块肯定会很腻，可惜我没有米饭，不然的话一口牛肉一口米饭真的是非常绝的绝配。什么刀叉不讲究，中国人就用筷子，也不切，因为这牛肉这么嫩，一咬就化了，没必要切。这个谷饲500天的西冷和牛，吃完咱们赶紧再尝尝这个谷饲200天的安格斯牛，都是西冷部位。非常有嚼头，非常有口感，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。这个真的能当主食吃，怎么吃都不腻，并且嚼起来非常的香。然后是我最爱吃的菲力牛排。
哇，非常的嫩，不愧是在牛身上最值钱的部位。刚才咱们那个剔骨，小的那边是菲力，大的这边是西冷，但是就隔这么一块肋骨，它的口感跟肉质完全不一样。这个西冷就非常的有嚼头，而这个菲力就巨嫩无比，非常适合女孩子吃。菲力真的是太棒了。完美，然后是我们这个眼肉，眼肉也非常的嫩，仅次于菲力。这牛排这么吃太过瘾了，再来一口这个500天的和牛。哇，这个和牛太肥美了，整个搁嘴里以后，它的油脂在你口中炸开。顶级的和牛还是适合配米饭吃，那一大口油就跟咱中国吃红烧肉似的，配上米饭绝了。然后这个还是西冷。哇，这个眼肉太嫩了，我感觉这个就像菲力牛排带一点肥。好，最后做个总结的话，就是古饲500天以上最顶级的和牛，它的口感入口即化。虽然这个和牛它是最贵的，但是它不一定是最好吃的。我在日本吃过最顶级的和牛也是这样，吃1、2块非常的香，吃第3块、第4块的时候就腻得不行了。然后就是古饲200天的安格斯牛，最常见的4种牛排：菲力、西冷、眼肉、剔骨。剔骨就是菲力和西冷的结合。菲力牛排是牛身上所有部分中最贵也是最瘦最嫩的部位。然后是西冷，它跟眼肉的价钱差不多，跟菲力不同的是西冷非常有嚼劲。然后是眼肉，眼肉其实就是菲力，然后多了一块肥肉。最后就是一定不要有牛排只吃3成熟、5成熟的这个误区。好的牛肉几成熟都好吃，不好的牛肉你做几成熟它都不好吃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给个关注哟，下期再见。